我是彼得舅舅，我是嘟嘟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是的，今天特别开心，有机会与大家分享这道很好吃的料理——油炸鲜虾圈。哇，很脆呀！再蘸点特制的蘸酱，真的特别美味。这个大家一定要试试，相信您全家人吃过都会喜欢。对，千万不要错过。是的，首先要准备好一份这样的鲜虾内馅，100克五花肉切成小块，倒入搅拌器内。鲜虾净重400克，先切成小颗粒，将3/4倒入搅拌器内，100克保留备用。再加入2大匙清水，一起搅拌成泥状，不要过度搅拌，这样搅拌几下就好。搅拌得太细致，口感就不好了。搅拌后的食材用个料理盆盛好，加入1小匙鱼露、1小匙麻油、1小匙生抽、半小匙胡椒粉、半小匙白糖、1小匙蚝油。白洋葱半个切成小颗粒，预留下的鲜虾这时候也加进来，1大匙玉米淀粉，然后将全部食材拌匀。这材料很简单。是的，这算是一道很简易的料理，但是效果却叫人很满意。可以接受芹菜的朋友就适量加一点，不能接受的朋友可以改用青葱，或干脆不加也没关系。好了，搅拌至视频中这状态就可以了。取出适量的面包糠，再将拌匀后的虾末匀分成小剂，这量大或小一点都可以。在表层均匀裹上面包糠。塑成球状后，在正中间用指尖按穿个孔，然后再塑成甜甜圈的模样。这个造型方便油炸熟透，成品也会比较酥脆。在盘子上撒点面包糠防粘，再将虾圈生坯放好，再以相同的方式处理至全部完成。今天家里人不多，舅舅只准备油炸5个，所以先将处理好的这5个放入冰箱冷冻1小时，定型后比较容易油炸。此食谱可做8至10个，其实您也可以一次过，多做一些，冷冻起来，想吃时才取出油炸，真的很方便。剩下的这4个，舅舅准备冷冻起来，留着改天再用。炉开中低火，将油烧热，油热至5-6成后，放入1双木块。木块起泡说明油够热了，取出冷冻了1小时后的虾圈生坯，直接放入油锅内油炸。炉全程保持中低火，慢慢油炸至熟透。出下锅时不要翻动，待生坯定型后才翻个面，一直油炸至表面微微金黄后再捞起。这时候的虾圈基本已经熟透。好了，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取出了。将油沥干净，再将炉火调高，油热至高温后，再将虾圈放入复炸，炉保持高火，油炸个15至20秒就可以了。煎中必须不停翻面，油炸后的成品色泽才会均匀好看。成品经过这高温逼油抢酥处理后，会更酥脆，也比较不油腻。好了，可以开吃了。稍等，舅舅给嘟嘟调个蘸酱。美乃滋与瓶装辣椒酱1:1，再拌一拌匀。这蘸酱容易处理，口味上一点甜甜酸酸，特别解腻。好了，这样就行了。嘟嘟来，可以开吃了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啦！是的，整个厨房香喷喷的，也太诱人了啦！我们一起来试试。好呀。成品表层酥酥脆脆，
内部很弹牙，超好吃的。不知道在看视频的您们有试过吗？没试过的一定要试试看。真的，这也太好吃了啦！真的很棒，超开心的。大家要试试啦！对，年尾假期节庆比较多，如果家里有聚餐，舅舅推荐大家可以试试，肯定不会叫人失望。太好吃了，大家一定要试哦。好的。大家好，嘟嘟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舅舅今天来做个潮州虾枣，这很好吃的，是一般家庭农历新年餐桌上必备美味佳肴之一，很多朋友点餐，大家就一起来看看吧。新年就能派上用场。对，首先取出4至5片苏打饼，用这时杵捣成粉末状。如果没这时杵，可以将饼装入塑料袋，用杯子底部或其他硬物捣碎都行，就是不能用搅拌器搅细。为什么呢？搅拌器高速搅拌下，饼干会分泌出很多油分，造成饼干粉末结成团，效果就不好了。捣成粉后的饼干末是这状态，像粗沙一般，先搁置一旁待用。预先备好鲜虾仁，净重500克，去虾线后再清理干净，将一半虾仁切成颗粒状，不要切得太碎，嚼起来口感会比较好。今天这虾会比较大，所以切细后可以再改几刀。好的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搁置待用。这是另半份虾仁，先用刀面将虾仁逐一拍烂。接着再剁成虾泥，将半份虾剁成虾泥。在制作过程中，虾会比较容易起胶，这会让所有食材粘着性更强，后续制作上比较容易处理。一切食材备好后，就可以开始调制了。料理盆中倒入肉末400克，肉末肥瘦比例为3:7，最好味。剁好的虾泥，这是另一半切成颗粒状的马蹄，这也称荸荠，净重160克，一样切成小颗粒。80克胡萝卜丝，70克小红葱末，苏打饼末，调味料1大匙生抽，15克蚝油，1小匙五香粉，1小匙白糖，舅舅用的是蔗糖，1小匙胡椒粉，1小匙盐，盐用量可自行调整，3大匙普通中筋面粉，青葱切粒，自行酌量，这可以用香菜替代。鸡蛋1个，再将所有食材拌匀。接着，将拌匀后的食材抛摔。不抛摔时，食材会比较松散，比较建议小量处理。一点一点抛，是吗？是的，随着抛摔的次数多了，你会发觉食材越来越粘着，粘性会比较强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经这样处理后，成品会比较有弹性，也就一般所说的弹牙。那要抛到什么时候呢？以前老家做这道料理时，外婆可以抛上100次以上，至于成品一个个就像乒乓球一样，那一定很好吃喽。瞧您都吃多了。最后再加入1大匙麻油，加麻油除了添加香味，也可以将其他食材香味锁住。拌一拌匀后盖好，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。取出一片腐竹皮，这在一般菜市杂货店都能买到。有人问舅舅为什么他买的是硬硬脆脆的，我想那买的应该是腐竹汁，一般用来煮着吃，不像这个是一种大片的。剪成这样一片片就行，大或小片一点都可以，没有关系。这是冷藏半小时后的食材，取一片腐竹皮，用湿巾抹去表面的盐分。这表面沙沙是盐吗？对，这是厂家用盐防腐保质的关系，不抹干净就太咸了。
少入适量的食材，这没有量的规定，或多或少都行。速整成条状后，再抓起腐竹皮一端卷起，再依照视频中做法，将食材按至紧实，两端捏紧，再卷至腐竹皮末端，将腐竹皮末端收口处收在底下，一条虾枣卷生坯就完成了。哇，这很简单，本来就不难呀。此食谱完成后，像视频中一般大小的虾枣卷共9条，蒸格内涂上一层薄油防粘，再将虾枣生坯放入，每条间隔需留下一点缝隙，避免蒸熟后粘在一起。蒸锅内水预先煮开，再将生坯放入，9条分2蒸格，盖好，中高火蒸15分钟。时间到，熄火。哇塞，超香的呀！再将蒸熟后的虾枣卷晾凉，记得用个透气罩子盖好。我们明早见，大家晚安。这是搁置了1个晚上的虾枣卷，一般上舅舅会一次过做多一些，再冷冻慢慢享用。一般上可以在农历新年前1周备好冷冻，像视频中这样收纳，享用时分量解冻，方便又卫生。真的很好。是的，这样冷冻起来比较不占位，做成年菜很方便，不会搞到手忙脚乱。今天舅舅就油炸一些与大家分享。先将虾卷切成小段，每小段约2至3公分。在切口部分可以拍些薄薄的玉米淀粉，这样油炸后的成品会更酥脆。如果觉得这做法麻烦，那就直接油炸好了，比较省事。干货内倒入适量的油，油量不用太多，约2公分高就行。油热后将木块放入，木块起泡说明油已经够热，这时候炉开中火就好。将备好的虾枣逐一放入，初下锅时不需翻拌，待虾枣底部油炸至金黄后再翻面，就这样一直油炸至虾枣微微金黄色。起锅前30秒转大火，将虾枣内油分逼出，做最后逼油抢酥效果。金黄色后就能离火，整个油炸过程约3分钟。切一些碎瓜摆盘点缀，与虾枣配搭享用也特别美味。哇，这也太香了啦！是的，整个厨房都是香喷喷的虾枣味。希望大家喜欢舅舅今天的分享，这是我家沿用了很多年的潮州虾枣做法。舅舅还有另一个福建五香肉卷食谱，如果大家喜欢，舅舅再找个机会与大家分享。如果有不足的地方，欢迎大家留言赐教。谢谢大家。这也太好吃了啦！